中国的故事永远比小说更荒诞。就在8月，股市突然疯了一样，像被灌了一针鸡血，单月暴涨 1.3万亿美元。但与此同时，工厂主在朋友圈里发出的却是停工、裁员、出口订单锐减的求救信号。上演的就是一幕天上热得发烫，人间却冷到结冰的冰火两重天。这就是当下中国最魔幻的场景，股市暴涨，像是一场精心导演的烟花表演，实体经济却在断气边缘喘息。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舞台上，彻底暴露了它的自相矛盾。本来市场都盼着央行在秋季来一剂强心针，降息降准，哪怕是象征性的宽松，也能让企业多吁几口气。毕竟今年以来，中美摩擦再起，出口承压，制造业利润跌到谷底，大家都在指望央行打开水龙头。可偏偏股市这一波意外牛市，把所有人的希望生生掐断了。监管层一看不得了，钱一旦放水，可能再度重演2015年股灾的疯狂。于是原本传得沸沸扬扬的9月降息，立刻变成了遥遥无期的暂时观望。花旗集团、野村控股都发出警告，央行可能推迟宽松行动，避免成为这场虚火牛市的助推手。说白了，就是老百姓要冻死了，但只要股市表面光鲜，高层宁可不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些已经在资金链边缘摇摇欲坠的企业，根本等不到救命的钱。要知道，股市的繁荣根本不能代表老百姓的日子。居民财富里，股票占比不足 10%， 真正参与的不过是极少数人。可是工厂倒闭，订单下滑，却能让成百万工人失业，让无数家庭陷入困境。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：8月中国出口增速仅 4.4%， 创6个月新低。对美出口更是暴跌 33%， 连续5个月2位数下滑。工业利润今年前7个月累计下降近 2%。制造业产品价格几乎每月都在下跌，厂商靠以价换量苦苦撑命。与此同时，上海港8月处理集装箱量超过500万标准箱，创下新纪录。听起来繁荣，可事实是企业拼命出货，却是在亏本甩卖。产能过剩的太阳能板就是靠打骨折的价格倾销出去。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冰冷真相，表面上顺差创纪录，但背后是工厂老板哭着清库存，是工人被迫拿着最低工资加班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收紧钱袋子并不是因为经济不需要，而是因为政治需要。他们怕的不是企业倒闭、工人失业，而是股市泡沫引发的金融政变。2015年股灾还历历在目，短短几个月，市值蒸发 6.8 万亿美元，上千万散户倾家荡产，社会愤怒一度压倒体制边缘。如今的股市暴涨，让他们本能的恐惧历史重演。于是，央行宁愿让实体经济继续在寒冬中瑟瑟发抖，也要按住放水的手。结果就是股市在天上狂欢，老百姓在地上哀嚎，冰火两重天彻底撕裂。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给了北京方面一颗定心丸，8月出口额达到3220亿美元，同比仍增长 4.4%， 全年顺差预计将超过 1.2 万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表面看这是任性，但深挖下去却是一场血与泪的游戏。对东南亚出口增长 23%， 对欧盟增长 10%， 对非洲增长 26%。可与此同时，出口价格大幅下跌。换句话说，厂商是靠贱卖来换市场。从2023年中期开始，中国出口价格几乎每月都在下跌。这就像是一个病人拼命流血，只为了换取呼吸的几秒钟。工厂主们明白，这不是生意，而是慢性自杀。越出口亏得越多，可不出口，流水线一停，工人立马失业，
社会问题会瞬间爆炸。所以，北京方面只能用顺差记录这块遮羞布来掩盖底下正在化脓的伤口。上半年，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.3%， 看似完成任务，但别忘了，出口贡献了近1/3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出口这根拐杖，经济可能早已趴在地上。可是消费呢？国家喊了多少年内需驱动，结果上半年社零增速一直徘徊在 3% 到 4% 之间，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。年轻人没钱花，中产不敢花，老年人舍不得花，消费这个发动机彻底熄火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内生动力，只能靠不断透支出口来维持虚假的繁荣。彭博8月底的调查预测，第4季度可能还会降息10个基点，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。听起来是利好，可结合现实情况，却显得苍白无力。为什么？因为2015年他们也这么做过，结果换来的是股市泡沫和全民惨败。如今再来一次，恐怕连泡沫都吹不起来。而华尔街的大行们早已调低预期，去年底还预测10年来最大降息，如今纷纷改口说可能推迟。这一切都在揭示一个冷酷的真相：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了。对中国来说，出口本是赖以续命的最后一口氧气，但偏偏这口氧气被特朗普政府卡住了脖子。8月数据赤裸裸地写着，对美出口暴跌 33%， 已连续5个月出现2位数下滑。这不是短期波动，而是结构性崩塌。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55% 的关税，逼迫中国制造不得不绕到东南亚、非洲、拉美再转口。于是我们看到对东南亚出口增长 23%， 对非洲出口大涨 26% 的热闹数据。但这背后是无数企业以低价倾销，把利润让出去，只换一个出口没断的假象。代价是什么？到7月，工业利润已经同比下降近 2%。不少制造业老板说，现在做外贸越卖越亏。这是2025年中国最荒凉的笑话。既然货币政策不敢放水，那北京方面就把所有赌注压在了财政政策上。于是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再度举债，基建项目一波接一波上马，从铁路、公路到新能源电站，仿佛要靠混凝土砸出一个 GDP 来。可问题是，地方债的窟窿早已大到无法填补。根据官方数据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突破40万亿元，连同隐性债务可能超过60万亿。而今年上半年，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4.2%， 土地出让金大跌 20%。换句话说，钱袋子是空的，却还要硬着头皮往外撒钱。这种透支未来的政策，撑得了一时，撑不了一世。财政的硬撑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饮鸩止渴。很多人以为北京方面在乎的是经济，其实错了。他真正害怕的是经济失控引发的社会动荡，进而动摇权力根基。2015年股灾教训惨烈，2020年疫情社会撕裂，2022年白纸革命街头怒火。这让北京越来越敏感，金融、资本市场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政治危机的导火索。所以，央行宁可不降息、不放水，也要避免股市泡沫。所以，财政宁可再举债、再透支，也要维持就业基本盘。这一切的逻辑只有一个：经济可以垮，但权力不能乱。宏观数据再华丽，也掩盖不了普通人生活的崩塌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在 5.6%， 但青年失业率长期徘徊在 20% 以上。消费端社零总额增速不到 4%， 远低于疫情前的 8%。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行，
7月70城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3.2%， 二手房更是跌得一片惨烈。居民存款创纪录增长，却是因为老百姓宁愿把钱放在银行，也不敢消费，不敢投资。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。年轻人躺在出租屋里刷招聘网站，却毫无回应；中产家庭缩减开支，把旅游换成逛公园，把餐厅换成外卖；老人省吃俭用，把养老金紧紧攥在手里，怕哪一天医疗账单压垮自己。这是宏观经济最冷酷的写照，表面上的 GDP 增长，背后是家庭的普遍焦虑与凋敝。经济学家已经给出判断，原本预计9月初出台的新一轮宽松可能被推迟，而且力度会减弱。这意味着企业等不到救命稻草，居民等不到消费刺激，经济只能继续在冰火两重天中挣扎。更糟的是，全球需求持续放缓。汇丰经济学家奚若琳指出，全球需求或将持续承压，这将迫使政策制定者积极出台国内支持措施。但问题是，北京已经没有多少弹药了。内需不振，外需下滑，债务高企，货币政策失效，财政透支。四堵墙同时向中国经济压来，留给它的空间越来越小。可以预见，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将跌破 5%， 甚至可能滑向 4% 以下。失业问题将更加严重，青年群体的焦虑会进一步放大。消费萎缩、企业倒闭、地方债危机，这些都不再是潜在风险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中国如今就像一个病人，股市的虚火是脸上的红晕，出口的顺差是靠透支血液换来的呼吸，财政的硬撑是最后的止痛药。可内脏早已坏掉，真正的病根没有治。货币政策失灵，财政政策透支，消费萎靡，出口困境，中美对抗升级。在这样的格局下，无论央行还是财政部，都只能勉强续命。而对老百姓来说，日子却只会越来越难。最让人心碎的是，当政权把股市的涨跌看得比千万工人的生死更重要时，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写满了绝望。